반갑습니다. 오리엔티 정상원 대표입니다. 저는 이번에 보이차를 즐기는 사람이라면 꼭 한번 봤으면 하는 중요한 다큐멘터리를 하나 가지고 왔습니다. 바로 중국 중량电视台 CCTV에서 제작한 다큐멘터리인데요. 이는 바로 문남 보이 고차원과 차문화 시스템이라는 제목의 다큐입니다. 이 다큐는 2023년 12월 29일에 방영된 다큐입니다. 저는 이 다큐를 보여드리기에 앞서서 두 가지 포인트를 먼저 좀 짚고 넘어가려고 이 인트로를 찍고 있습니다. 첫 번째, 이 다큐를 보시다 보면 여러분들은 중국이 얼마나 국가 전략적으로 또 조직적으로 경매산의 세계유산 등재를 시도했는지 알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모든 맥락들이 다 정말 논리적으로 잘 정리되어 있고 문화유산 등재를 위한 역사적인 근거들을 잘 마련해 두었고 이것을 조직적으로 정말 잘 엮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을 겁니다. 제가 이걸 말씀드리는 이유는 이 다큐를 번역한 저 역시 이런 점들을 잘 알고 있다는 점을 미리 알려드리고 싶어서입니다. 많은 사람들이 중국이 역사를 이야기하고 이것이 내 것이다 등의 논의를 만들어낼 때 상당히 미간을 찌푸리시지만 저는 한 국가의 국민으로서 이런 조직적인 논리화 그리고 어떤 사실들을 엮어내는 것이 정말 대단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국가가 나서서 어떤 작업들을 해야 되는지 이 다큐를 통해서 명확하게 알 수 있는 것이죠. 그래서 이 점은 꼭 배울 필요가 있다고 생각하고요. 두 번째, 이런 중국의 어떤 정치적이고도 전략적인 목적을 감안하고서라도 이 다큐를 꼭 봐야 되는 이유가 있습니다. 이 다큐에는 중국의 보이차 고차원은 어떻게 생겼는지, 또 보이차는 어떻게 만들어지는지, 그 보이차를 만들고 활용해온 민족들은 어떻게 살아왔는지, 그리고 이 보이차가 어떻게 각 세계로 전파되었는지 등을 상당히 해박하고 상세하게 다루고 있는 다큐입니다. 그래서 우리가 차를 즐기는 차인으로서 알아야 될 기본적인 지식들이 이 30분짜리 다큐에 잘 담겨 있다고 생각해서 번역했습니다. 저는 지난 5일간 일하는 틈틈이 짬짬이 이 영상을 번역을 했습니다. 많은 차인분들께서 이 영상을 보시고 나름의 배움을 얻어가시면 좋겠습니다. 자, 그럼 가보시죠. 神秘深邃的云贵高原，物种奇绝的澜沧江畔，分布着迄今发现历史最古老的茶树原生地带。比苏轼、李白，甚至比孔子还要年长的古茶树，用自己的叶片滋养了这里的居民。人们视茶树为图腾。在这个茶树王国，究竟诞生了人类茶文化史上怎样的奇迹？国际茶叶委员会主席授牌云南省普洱市世界茶园，到底来自哪些科学证据？而天人合一的古茶园为何能延续千年？中国西南北纬20度至30度之间的澜沧江两岸，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优势，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其中，茶树就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在这片土地上，奔腾的澜沧江、礼仙江，沿着哀牢山、无量山及怒山余脉的山势，从北往南顺山谷穿过，为印度洋和太平洋暖湿气流的北上提供了理想的通道。而横亘在北的横断山脉，又恰好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流，最终在以普洱为中心的广袤地区，形成了云贵高原独特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相对于南方传统的水稻耕种而言，这片红壤山地显然不是理想之地，但却是茶树生长的沃土。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正是在这样的地理气候和人文环境下孕育而成，千百年来，在袅袅清香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丰厚历史。天刚放亮，芒景村布朗族普洱祭茶祖习俗传承人苏国文，来到自家的茶叶库房，精挑细选，最后选中了这款近年来景迈山少有的好茶。
4天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第一个茶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也是布朗族山寨今天破例在初秋举行祭祀茶祖活动的原因。生活在景迈山的布朗族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之一。他们早在1000多年前迁移到这里之后，就发现了野生古茶树药食两用的价值，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人工栽培茶树的历史。在这个喜庆的日子，一款上好的传统普洱茶，无疑是告慰先人最好的礼物。你们要像爱护，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茶树，一代传给一代，一代传给一代。沧海桑田，普洱今天依然留存有19万亩的古茶园，分布在9个县区的40多处高山古寨，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时近中秋，古茶树迎来了绽放。茶树秋华秋实，每年9月至11月是它开花的季节。茶花的绽放，也预示着茶农们迎来了秋茶采摘的日子。一大早，即将进山采茶的南康就点燃了火塘的篝火。小小的火塘曾经是他们立足大山、垦荒植茶的依靠。在森林里有很多的蚊虫，也有很多的毒蛇和猛兽，所以它每种到一个地方都有火。烤茶几乎是每个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布朗族人必备的手艺，也是他们进茶山劳作之前必喝的传统茶饮。在瓢中放一撮干茶，取火塘里燃烧充分的炭块，上下翻斗中，茶叶散发出焙火后的香气。最后，将干茶和火炭一并投入沸水中熬煮。这个就是布朗族最古老的一个饮茶方式，在森林里，那个我们说的湿气有点重，喝了这个茶，它起到排湿、通气、排汗、提神、醒脑作用。在普洱，每一个古茶园都见证了村落的历史。村庄的兴建往往与古茶树的栽培在同一时期。远看是森林，近看是茶园，走进茶园便见村庄，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实写照。布朗族老乡视茶树为生命之树，茶是流淌在他们血脉里的印记。按照古老的习俗，茶山的孩子6岁之后就要开始学习采茶，最终达到在茶树上攀爬自如，下手准确而敏捷。这种技艺将伴随他们的一生。南康家有80亩古茶园，是普洱古茶园生态系统的一个缩影。其中的古茶树掩映在看似零星点缀的大型乔木之下，但事实上，这些乔木恰好挡住了云贵高原的烈日，为茶树生长提供了最适合的漫射光。这种被称为林茶共生的布局，源于1000多年前布朗族先人的农业智慧。这个茶林中树多也不行，树少也没有。我们选的树要高大，
不能太矮。太阳开始从东边出到升起的时候，到西边的时候，它是不断的这种照。我们是在山顶上，山的半山腰，那个水很少。我们的大树，它是茶林中的植物水窖。这些高大的乔木不仅可以遮阳，它们所搭建的生物群落甚至可以影响茶树的繁衍和进化。就在南康家古茶园附近，有一棵当地人相传树龄上千年的大榕树，又被称为蜂王树。在这棵树上，住有70多个巨大的蜂巢。每到茶花盛开的季节，蜂巢里的野蜂便化身授粉使者，在古茶林里穿梭，年复一年，令古茶叶的品质不断进化。它相当于是完成了一个天然的一个杂交。那么天然杂交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杂交是有优势的，比如说这个叶子长得更肥硕一点呀，然后口感更好一点呀，或者说是长得更高大一点了。茶园的地面则生长着众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其中有很多散发芳香气味的中草药，具有驱虫功能。乔木的落叶和枯去的小草，又为古茶树提供了充足的有机绿肥。而在古茶树的枝头和叶片之间，蜘蛛网随处可见。蜘蛛们化身守护神，随时捕杀赶来侵犯古茶树的各种害虫。普洱的古茶园最大的特色是茶林在一起的，它和森林、茶树就是森林的组成部分一部分。森林生态系统所有的东西它基本都有，所以它就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就和一般的茶园的完全不一样。林木、茶树以及其他动植物形成一个互利共生的生态系统。而茶农们一芽两叶的采摘，也会适当激发茶树的生命力。这片自成一体的原生态古茶林就这样安静地运转，亘古未变，生生不息。茶是普洱的文化之魂，而迄今发现全世界最古老的野生茶树就生长在这里。20世纪70年代，地质学家偶然在芒县村老乡的墙垣上发现了一种漂亮的化石。以前都没想到的，只是感觉上面有叶子啊，哎，好看好看的话，就几乎坐在这个墙体上了。这是宽叶木兰的化石，形成于大约3500万年前。这块石头告诉人们，古茶林生长的这片土地，在几千万年前就是树木的生长之地，众多物种共同繁盛于此。随着地球历史的变迁，很多古老物种绝灭，有花植物在地球上不断分化，形成了包括茶树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物种。1991年，一位茶农在哀牢山原始森林腹地的千家寨，偶然撞见一棵近25米，相当于9层楼高的野生古茶树。这棵树的树龄在2700年以上，是迄今发现的全球最古老的野生茶树。而1992年在邦崴村发现的这棵树龄上千年的过渡型古茶树，直接震惊了整个世界。我们认为它就是先民从野生古茶树驯化古茶树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它的果和花呈现出野生古茶树的特点，但是它的叶、芽和梢呈现出栽培型古茶树的特点。它也呈现出了先民在对茶树利用和驯化同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1000年之前，
普洱的先民又是如何通过驯化，将野生古茶树变为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茶树的呢？我们的祖先，他们的话呢，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慢慢的经过很多年的选择、选育，然后还有意识的培育，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后来的栽培的茶树。这些大发现加上现存的19万亩栽培型古茶园，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证据链。它指向一个可能的结论：茶起源于中国，它的故乡在普洱。这么一个完整的链条，就是说从野生到过渡性到栽培性，我这里都有了，而且都是历史很悠久的这么一个过程。别的地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只有在我们普洱。事实上，普洱先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制茶师。那么，一片树叶又是如何华丽转身，成为人们手中那杯香茗的呢？普洱茶，一山一茶，一茶一味。作为曾经的皇家特供品，普洱贡茶是传统普洱茶制作技艺的集大成者。前些年，为了更好地传承制茶技艺，普洱贡茶制作技艺第8代传承人李兴昌，在这座古茶园里开办了普洱茶制作技艺传习所。萎凋，就是将新鲜采摘的茶叶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使它失去一定的水分。柴火土灶，是传统普洱茶杀青的标准配备。一口大铁锅以30度的角度倾斜于土灶之上，既方便制茶者翻炒茶青，同时可以更好地均衡整锅茶青的温度。这个茶烫啊！你这么大水烫起来，烫了。哦，可以得快点，泡高点。哎，这不呢，它就温度就降下来了，是吧？锅温200摄氏度上下，鲜叶温度在一翻一抖的飞舞中控制在70摄氏度到80摄氏度之间，这是传统普洱茶杀青的最佳温度。杀青的精髓在于一个度，鲜叶中的活性酶需要被钝化，而不是杀死。它是普洱茶后期能够持续发酵的根本所在。也正因为这种特质，普洱茶又被称为可以喝的古董。我们这个呢，贡茶制作之前就靠你的水性的技能感悟了，可是啦，你才能够感悟到它的温度变化情况，啊，才能够很好的掌握它的这个温度平衡。这种貌似打太极的手法叫做揉捻，一来二去之间，鲜叶逐步趋向整齐美观。与此同时，破坏鲜叶的细胞结构，让茶汁附于鲜叶表面，使茶叶的口感更为醇厚。利用太阳光自然晒青，便完成了普洱毛茶的制作，而这就是普洱紧压茶的前身。为了让干燥易碎的毛茶继续保持条索的完整，在制作紧压茶时需要进行熏蒸处理，将毛茶软化到合适的程度。师傅，你这个现在结紧的呀？啊，对，不当时结紧了嘛，还搞在正中间，你看着，啊，顺着这个头呢，我们只要你看着起来，往下一拉就行了，是吧？然后我们这个饼呢，就基本上就成型了。然后将它放置于石磨的正中心，进行人工紧压，进一步固化饼茶的形状。然后同一个方向，我们在采的时候嘛，这个叫啥同一个方向转动，是吧？你要用你的体感感觉到你这个饼它的松紧度。在中国，一些传统的农业技能往往讲究经验2字，只有千锤百炼，方能真正掌握其中的精微之处。最高境界呢是精而不实，
手而不松，腿可以抬起，如果把它放掉到地下去，它不会散开。紧压茶的出现解决了普洱茶运输和保存的问题。从此，他开始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行销内地，并漂洋过海走向世界。文所村，无量山中的一个古村落。200多年前，这里就是普洱茶重要的集散地。同时，还应运而生了一个新的行业。马帮。98岁高龄的杨春林，是普洱现在唯一健在的马帮首领。当年以跑东南亚而闻名10里8乡。我们干嘛？搞到缅甸，和缅甸走的。22岁，我想有43个骡子啊。杨春林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当年跑马帮时的老物件。尘封在阁楼的这件马背用皮箱尤其珍贵，是他身份的象征。老公公，这个是拿搞什么用嘞？3天路上没东西吃了啊！我不是我们赶忙那个泡茶吃了。马帮首领的坐骑叫做头马，负责携带日常花销和泡茶的铜壶，因此又被称为马锅头。看到缅甸买棉花，这个布料、生活用品。也回来我们这里，后来要2个月。这所老宅子就是当年杨春林集结马帮队伍的场所。一旦人货到齐，他们就将穿过这座南搭桥，走向茶马古道零起点。宁洱，清代以来普洱府的所在地，茶以地名。普洱茶这个名字便来源于此，而今天宁洱城中心的茶园广场，便是当年茶马古道的零起点。以宁洱为起点，茶马古道北上可达北京，西北可至西藏、尼泊尔，往西可去缅甸，往南可至老挝，东南则通越南。一线路通天上下，千寻峰家树丛横，马帮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在马蹄声中，让普洱茶最终走出深山，乘上开往世界各地的货轮。茶马古道对世界的影响，第一是贸易的层面上，使中国的茶走向了世界。另外呢，在这个过程里边进行了这个中外的文化交流。然而，古茶园毕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普洱的茶农如何面对当今世界巨大的消费力呢？思茅区整碗村，漫山遍野都是整齐漂亮的茶园。一台台茶树依山势高低排列有序，纵横交错的各种大型乔木点缀其中。除了茶树低矮、树龄较小，几乎就是一座普洱古茶园的翻版。这就是台地生态茶园。我们种台地茶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要仿这个生态。绿色有机生态仿这个果树的一样。这种种植模式很好地承接了普洱先民的传统农业智慧。目前整个普洱有台地生态茶园面积190万亩，这将是普洱茶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野生型、过渡型、栽培型古茶树和台地生态茶园在普洱这片区域内并存，
证明了这里曾发生过一个壮举：先民们在这里驯化了茶树，是世界茶树的重要起源地，也使茶树成为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之一。各民族上千年的耕耘和利用，赋予了茶多样性的内涵。从茶树的驯化到文化的丰富，让茶从这里走出深山，名扬世界。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是融合了生态文明与人文精神的杰出范本。这个是凤凰寨沙子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家的这个股份分红钱，今天是这个开始分钱，叫到名字的你高高山拿钱。10年前，凤凰寨依托古茶园打造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全寨49户村民每户1股，每年秋收之后进行分红。这个分红已经10年了，第1年是2万，现在每年都是8万，是古茶园为我们后代创下了最大的福利。目前，普洱有1071家像凤凰寨这样的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遍布在澜沧江中下游两岸的村村寨寨。古茶园的管理嘛，就是那更多的就是帮这个茶树上的这个茶果啊、茶花啊，该叫多的这个肉质啊，拿掉以后的流养那些就产量就更高噻。要不然除草，它树就好以后嘛，就等于是它给它增加一部分的养分嘛。从个人制茶到产业经济，这是普洱茶千年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而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粗放式古茶园管理，正逐步迈向有规模、有计划的科学管理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不是说光有茶树，而是要能够保留、保存、保护好一批具有年代历史的古茶树。它不仅是历史的见证，它可能还会给我们提供遗传的资源和景观上的一种作用。今天我带大家来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景迈山的大坪江古茶林。我们的古茶林里面呢，有很大的那种参天大树，参天大树底下呢就是我们的千年古树，然后呢，千年古茶树底下呢就是我们的草本植物。依托古茶园生态系统所形成的自然景观，各民族古老的茶文化和生产生活习俗而兴起的茶旅，正成为普洱茶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同时也是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文化价值的凸显。世界的普洱，中国的茶，欢迎大家来到景迈山，一起喝茶。鼓手挂号。金山。秋后的山寨，祭祀茶祖，既是庆祝茶叶丰收，同时也是感恩大自然风调雨顺。它与春季采茶前的祭祀活动相呼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茶季。茶山上的生命活动就这样周而复始。茶从普洱走出深山，从中国走向世界。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典范。千百年来，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与茶相生相伴，
书写了一部通行世界的中国茶史。这里是世界茶园。